好，各位好，我們來解 LeetCode 的問題哈。這一題是第3559題，所以 number of ways to assign h weights to。好 ，submit。然後我們看一下我們的一個結果，所以55毫秒打敗100%的 C++ 的使用者啊，很好。这一題真的是很困難哦，這要花一點時間。好，我們先看它題目的大意，說有一個tree 啊，沒有方向的。那有 n 個節點啊，節點是從1到 n， 它的分節點是1啊 ，root at not 1， 那這棵樹呢，它是用一個2D 的 integer array 叫做 h 啊去表達，那它的當然因為它是 tree， 所以它的 length 當然 n-1， 當中 h i 它有 ui 跟 vi 代表的就是這個 h 啊，因為它是无項的，所以它是可以雙向。好，開始的時候呢，這些 h 的所有的 weight 都是0啊，那你就可以去把它分配這個 h 啊是1或者是2，那其實在這邊來講，1就是奇數嘛。2就是偶數，它主要，它這邊要我們定義所謂的 cost， 就是說 path 的 cost 呢就在 total weight 嘛，所以 cost 就是 total weight， 所以這個 path 連接所有的 h 上面的 weight， 那有可能是1，有可能是2。然後他這邊又給了一個2D 的 array 叫 queries 詢問 queries 在 i 有 ui 跟 vi 代表的就是你要選擇的這樣的 weights 的選擇的那個方式有幾種去分配在這個 path 上，使得它的 cost 在 ui 跟 vi 之間是奇數，所以原則上假設它這個 path 的 edges 的個數是低的話，那基本上我們知道它這樣的選擇個數是2的d 減1次方，我們待會會來講這個部分。然後請你返回一個陣列叫 answer， 然後 answer i 的值代表的就是這個有效的一個設定，針對於 queries 在 i 的值。那因為它數值可能會很大，所以請你去磨掉10⁹次方加7針對每個 answers 在 i 的值。針對每一次的 query 你其實你不需要管在那個 ui 跟 vi 這個 path 之外的其他點。好，那我們來看它為什麼這個部分會成立這個其實這個蠻簡單的，我們看一下，這是一個應該是排列組合的一個做法，大家就知道了。那假設呢，它的那個邊數是 d 或者是 depth 也可以，所以它總共是2的 d 次方嘛，你要不然選1，要不然選2嘛，兩種選擇嘛，因為有第一個 h 所以當2的 d 次方。那其中一半當然就是它的那個 weights 当然是奇數所以總共的，所以每一次的 query 它的那個值就是2的 d 減1次方記得還要磨掉這個數字。那我們可以大概簡單看它的一個證明方式，其實就1加上負1的 d 次方嘛，
好，那這邊你當然可以根據所謂的二項式定理，把它整個去奇次項全部都是負的，偶次項全部都是正的，所以這兩個當然相等，當然就是取其半，所以當然就是2的 d 減1次方，這個 k 應該是在這上面，好，那我們看一下它的例題。所以我們先看例題第一題啊，例題第一題的話，我們看一下啊，那在這裡的話，圖都已經畫好了，所以它就是只有一個 h 嘛，1、2嘛，然後它的 curious 就11跟12嘛，11的話當然是沒有 h， 所以這個一定是0。12的話，它就一條邊嘛，不是1就是2嘛，所以就是1嘛，所以這個應該沒有問題。好，那我們看例題2的部分。例題2的部分呢，這也稍微留意一下哈。所以我們先看，這個圖它已經畫上去了，所以我們看它 query 1到4，所以它就2條邊，所以是2的1次方嘛，所以是2。好。再來是3、4只有一條邊，所以就是一種情況嘛，會成為奇數嘛。再來是2、5的話，它有3條邊嘛，所以2的3減1次方等於4，好，所以這個也沒有問題。好，那我們看一下它相關的 constraints 的部分。constraints 的部分，要稍微留意一下哈，那 n 的最少是2嘛，最大是到10萬嘛。h 的它的長度是 n 減1，因為它是一個 tree 嘛，所以這個沒有問題的。那 edges 在 i 就是 ui 跟 vi， 然後它的 query 的長度最長可以到達10萬，所以在這裡你在算2的 d 減1次方的時候，你必須要用所謂的快速的模指數運算啊，不然的話這個時間會超過的。我們看看這邊的 ui 跟 vi， 它的最大是可以到 n 嘛，所以它的那個長度1到 n 之間，它有可能會接近10萬啊，所以你那個當然不能用一個 for 回圈，线性 for 回圈去算呢，當然太慢。好，query 是 i 的值是 ui 跟 vi， 當然 edges 它是一個有效的一個 tree 啊，不會弄出一個無效的 tree。好，那我們看我們大概是怎麼去解這樣一個問題。我們解這個問題呢，我們大概分成5個步驟哈。第一個步驟當然你就是要建立所謂adjacency list。那我們的做法原則上是用陣列版的 linked list 啊，那這樣的話會比一般2D 的 vector 要快上許多，我們不需要一次一次的在空間再去配置啊，所以這個我們還是採用linking list 的方式。然後接下來我們這邊我們是採用 BFS 的方式啊，你當然也可以用 DFX 啊，基本上就是說你要把每個節點它的 parent 呢和它所在 label 把它算出來這兩個陣列。再來就是這個問題裡面真正最困難的部分，就是你要去計算所謂的 LCA 是所謂的 least common ancestor 最小的共同祖先。那我们它的一個做法，我們在這裡是採用 binary lifting 然後透過這個 LCA 的一個方式，我們可以算出任2點的它的 distance。那你在後面你要考慮了答案的計算，因為你要不斷的去計算2的 d 次方，所以這邊你當然需要一個快速的
模子數的一個運算，然後原則上我們後來是把它匯整成 BOW2 這個我們在解前一題的時候3358的時候，我們其實就是這樣解的。好，然後你在 query 的部分，你必須要不斷的每一次你要去呼叫 distance 跟 POW2 然後去給出答案。好，那我們先看我們有關於 graph 的設定的部分。graph 設定部分当然也包括了一些的重要的一些变数常数。log 的話是17，我們17其實就夠了，因為2的17次方是大於10萬。那我們這邊我們的 BFS 呢，我們是要作用在一個 Q 上面。那 Q 的話，我們也是用static array 呢，直接去实作。那我們這邊的有關於 adjacency list 的部分，我們是採用linking list 這邊呢 ADJ 它代表的是這些 linking list 的它的 heads 那我們這邊呢會定一個 age 的這樣的 struct， 它有2個成員，一個叫 to 另外一個是 nest 這邊呢指到的都是在這邊to 的話当然是指到的是那個節點， nest 的話是指到age 的它的那個 index。那我們所以這邊會有一個变数叫 eCount， 那我們就去計數我們到底有多少個 age， 因為它是無項的 age 所以它每個邊呢它会 u 到 v 到 u 所以要乘以2。好，那我們增加 age 的方式呢，假設這是考慮ADJU 的部分呢，我们就会将把 v 呢插入在这个节点的前方所以我们就建立新的它的 header 採用這樣的linking list 的一個方式呢來建構我們的 adjacency list 這樣的話它的速度其實就會快很多。好，那麼我們接下來看快速模子數運算的部分這部分我們當然是在我們的其中一個短片其實就已經做蠻詳盡的一個介紹然後其實重點是在我們的 POW2 這邊我們用到2的30次方是第一個2的指數是大於10的9次方加7的第一個數字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事實透過這樣的公式來計算其實會非常的快速。好， binary lifting 的部分這個部分非常的重要，應該是這個整個題目解題當中的一個關鍵。好，我們看到我們原則上我們是用 one indexes 然後用 one indexes 的好處我們不要去設負一，因為負一的話我們這邊用陣列去處理那個你要額外再增加一個序數，其實會蠻麻煩的。那我們設定的所謂的 up ij 代表的是那個 NOD i 它的祖先第幾個祖先呢？是2的 j 次方，所以它每次它是跳2的幂次方。好，它不是一個一個跳，一個跳那個太慢，那個很明顯會 TLE 我們必須按照2的幂次方這樣子跳很多。那我們因為是用 one indexes， 所以我們在這邊的話，我們給它的空間都是 n 加1所以 level 的部分 parent 部分還有這邊是一個我們的2D 的
陣列。NOD 當然就是10的9次方加7啊，這個其實在整個函數裡面啊，整個解答裡面都會用到。好，那我們看我們的，首先你當然就是要做 binary lifting 它的 DP table 的一個設定啊，因為我們是用 one indexes。好，那我們其實可以看右邊這個圖，如果是 I 它的 parent 我們已經知道的話 ，up I 在0的值就設它的 parent 啊，這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啊。好，那麼接下來就是考慮它的所謂的 binary lifting 的一個設定問題，所以我們這邊其實是用雙回圈。那外層呢是代表它的指數的部分啊。J 是從1到log 減1啊，然後呢，原則上根據我們這個圖，如果它要往上跳到它的第2的 J 這個的主線，它要怎麼跳呢？它先跳2的 J 減1次方，再跳2的 J 減1次方。所以我們就可以寫出這樣一個等式，所以它跳到2的 J 減1次方的主線，它實際上就是 up I 這邊第2個 index 是 J 減1。好，然後呢，我們再把這個部分呢，再把它括起來，所以就變成了這個部分。啊，然後這裡呢，當成它的下一個的第1個 index， 然後這邊 up up， 後面呢再跳2的 J 減1次方，好，所以我們的這個設定是這樣來的，好，根據這樣一個圖，好，所以這個第1個部分的設定，啊，這邊要特別的留意，好，然後我們再看到它的 LCA 的計算方式啊，這裡面它主要是有2個迴圈，好，2個迴圈的部分，我們分別來說明。我們這邊 U 跟 V 啊，我們可以假設，直接就假設，U 的 level 是大於等於 level of V 啊，要不然的話，如果不成立，你就把這2個調換就好了啊。所以我們這邊就算它的2個 level 之間的差啊 diff。那我們第1次迴圈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我們就是把我們第1個迴圈要做的事情呢，因為 U 的 level 會比較大。所以我們要去做跳躍的動作，去做跳躍動作。那我們在這邊的一個做法，我們是用所謂的 CTZ 的方式，就是它從尾端數來的1的位置，1的位置。所以我們看，如果是9的話，我們當然就先從第0個，所以呢，我們就先第1個 jump 是先跳到 UP 在 U0 的地方跳一次，然後呢，你再跳這個另外一個1，它是出現在2的3次方嘛，所以是3，所以下次跳躍是 UP 在 U3 的部分，所以以右邊這個例子來講，它需要2次的一個跳躍，2次跳躍它會變成什麼樣一個情況呢？變成經過這樣跳躍之後呢 ，U 跟 V 它會在同一個 level 如果說它在同一個 level， 而且又相同，當然我們就返回 U 返回 U 所以我們這個是往上跳躍嘛，好，再來第2個迴圈。第2個迴圈當然也是蠻關鍵的，就是我們要去找出它的
LCA 部分啊，這在這裡呢，我們是透過個回圈，回圈呢是I 值呢是從 log 減1到0啊，每次變化量是減1啊。那我們其實可以來看，它在很上面的時候啊，當 I 值很大的時候，這個 UPUI 跟 UPVI 的值其實是相同的啊，相同的意思呢，代表它的所謂的 LCA 呢，其實應該是可能在下面啊，可能在下面。好，如果不相同的話呢，我們其實要做什麼動作呢？就是將 UV 呢再做重新更動的動作啊，所以 U 我們就設 up 在 UI 的值 ，V 呢設 up 在 VI 的值，好，然後我們再繼續去進行。那我們可以看右邊這個圖形來說明這個作用的一個方式。好，假設我們從 level 兩個 U 跟 V 它都是在 level 6，說經過第一個回圈，它們其實都已經是在同一個 level 了。所以我們當然呢 ，I 在這邊的話，當然一開始是3嘛，3的話當然就都會跑到很上面我們就是說它是一個 dummy not 所以我們那個我們就不管。所以我們看當 I 等於2的時候，它這邊 U 往上跳4個，跳到這裡。B 也是往上跳4個，結果這兩個值呢都是2，所以它是同一點，所以代表它的 LCA 呢是在2之下。好，然後再來我們的 I 呢，當然就變成1了。1的話，它這邊就跳2，跳6，再跳5，這邊是5。好，那 V 的話就是8，5跟8兩個值是不相同的。那我們同時呢，將 U 設為5，V 設為8。好，那我們 I 呢再改為0，再做下一次的迭代。結果它是相同寫相同最後當然返回的話，當然是 U up 在 U 0的位置，也就是這一點。所以我們在這個部分其實就透過這樣的方式，我們就可以找到它的 LCA。好。另外，我們要定義一個叫做所謂 distance 的一個函數，這跟後面的解答都有相當的關聯。好，那因為我們是有 label，每一點 label 我們其實可能透過右邊的BFS 的方式，我們都可以求得。那我們主要就是要把它的 LCA 把它算出來，然後就是 label 在 U 的值，再加上 label 在 V 的值，再減掉2倍的 label 在 A 的值，其實就是我們的 distance。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其實就很容易可以算得出來。然後我們最後要給的答案 curious 那這邊 UV 都沒有問題，那我們透過 distance的呼叫，我們可以算出它的值 D， 然後如果 D 是等於0，當然就傳回去的值當然是0，不然的話 D 是大於0的話，我們當然ANS 在 I 的值當然就是2的 D 減 E 次方，當然要再磨掉我們那個很大的數字16/9次方加7，就是我們的答案。那我們右邊這應該是比較一般的 BFS 我們稍微看一下。所以在這邊的話，我們當然去設定一個容器VZ
在這邊的話，我們用 bit set 我們因為已經設它 static，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做 reset。然後在這邊 front 跟 back 都設為0，其實這個動作就是將 Q 將它做 reset 的動作。然後這邊因為它的 root 是1 root 當然也設它是被走訪過1的 parent 我們設為0不設-1，因為我們既然是 one indexes， 我們就從設為0設-1的話，你在後面的在其他的函數你就必須要再加上一些 if 的判斷，比較麻煩。那 level 在1的值，我們從1開始然後這邊呢，透過我們的一個條件回圈一樣在進入的回圈，我們當然先pop 我們的 from 這 u 是我們的 from， 然後我們再 pop， 然後我們再走訪它所有的 adjacent vertex 透過這樣的方式，那我們其實就可以去設定它的 parent， 它的 level透過這樣的方式，我們其實就可以幫整個程式就可以完成。接下來我们看我们的 LeetCode 實作的一個情況。我們進入 LeetCode 的頁面所以在前面的部分，這裡當然都是有關於 adjacent list 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設定還有跟 Q 的設定。那這邊呢，當然我們就宣告相關跟binary lift 相關的一些的陣列。好，那這裡 mod POW 和 POW2 我們都在這裡。那這邊 LCA 當然這邊就是直接透過 binary lifting 的方式去算。這邊當然有了 LCA， 我們當然就可以去定 distance， 然後進入我們主要的 assign edges weights 這樣的一個方法。n 當然是 edges 的個數加1。對於這些全域變數的這些陣列，我們當然都會先做 reset 的動作，包括count 也要設為0。然後我們去將我們這些的 edges 裡面的所有的邊通通我們都加進來，加到我們的相關的 adjacent list 相關的linking list 裡面。然後在這裡我們再用 BFS 的走訪，我們將所有的 parent 還有它的 label 把它算出來。那這裡就開始做binary lifting 它的 DP 的 table 的一個設定。最後我們這邊再針對 queries 的每一個單項去算它的 distance， 然後再將 ANS 在 I 的值將它算出來。當然這邊當然透過 POW2 的方式去計算。好，那我們就直接 run 一次。41行，這邊我們多打了一個中文的引號，我們再試一次。好 ，submit。然後我们看一下我們的一個結果。所以55毫秒打敗100%的 C++ 的使用者很好。